淘汰 AAV， 美国海军陆战队迎来新时代。5月中旬，海军陆战队正式退役 AAV， 也就是说，在美军编制里已经没有履带式两栖突击车了，取而代之的是 ACV， 一款轮式两栖战车。对于海军陆战队来说， ACV 取代 AAV 不仅是装备上的替换，这也意味着改革。接下来的海军陆战队将回归海战。问题来了，相比较 AAV、ACV 的性能有哪方面的提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术具体发生了哪些改变？5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退役其 AAV 履带式两栖突击车，告别仪式在勒琼基地举行。最后一批退役 AAV 的现役部队则是第2两栖突击营。AAV 大家都很熟悉，美军两栖作战群的先头部队，在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表现良好，凭借着装甲力量可以快速建立滩头阵地和向纵深地带进攻。只是作为一种服役50年以上的两栖突击车， AAV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腹部装甲脆弱，无法抵御现代地雷的威力，武器平台不稳定，只能在停车时射击，这限制了其战斗力。尤其在2020年，一次训练事故导致9名陆战队员死亡。于是 ACV 出现了， AAV 退役之后，由 ACV 取代其作战任务，这意味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改革进一步完成，机械化两栖作战理论也发生了改变。就性能来看，相比较 AAV、ACV 有质的提升，几乎从根本上解决了旧款装备的问题，其防护能力是 AAV 的3倍以上，腹部也加装装甲，以抵御现代地雷的威胁。火力系统也有所提升，30毫米的机炮能发射无芯穿甲弹，能有效应对敌方小型舰艇和地面目标。不过以上这些只能说是性能提升， ACV 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其机动性与网络化作战能力。 AAV 属于履带式，速度虽然不慢，达到了 M1 坦克的水平，陆地速度每小时72公里，但依旧不够，于是 ACV 变成了轮式，陆地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105公里。为了适应现代战场，美军为 ACV 配备了先进的技术框架，比如数字命令和控制系统、无人炮塔等，作战效率与士兵安全性更高。当然 ACV 有一点小缺点，从纸面数据上看，其水上速度较慢，仅每小时11公里，低于现役的 AAV， 这意味着海上航渡需要更长的时间，被打击的概率变高。其次 ACV 的载员也有点少，只有13人，比 AAV 的载员量几乎减少一半，装载相同兵力需要出动2倍的车辆，增加了后勤保障难度。表面上看是这样没错，但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转型来讲，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两栖作战车。一定程度上来说， AAV 代表了冷战时期由舰到岸的作战理论，而 ACV 则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向分布式海上作战、先进远征基地以及2030部队设计转型。美国海军陆战队属于世界上成立较早的两栖作战部队之一，二战期间就执行了大量的两栖登陆作战任务。不过随着时间的改变，其作战重点不断向陆军偏移。在冷战期间，美国讲究全球备战，将重要的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敌方附近，一旦爆发冲突便可直接介入。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转换成了远征态势，部分的美军基地都在本土，海外基地大量减少，部队通过轮换或者临时派遣的方式来满足作战需求。至此，美国进入联合远征时代，从本国或者远离战场的基地派遣部队。本来海军陆战队应该是一支填补陆海军、海军以及空军作战空隙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作战任务强调由海向陆远征作战以及反恐作战等，其地面作战能力越来越强，其装备的 AAV 系列数十年未升级，但装备了大量坦克以及陆上机动能力较强的 LAV-25。时间一长，美国海军陆战队惊奇地发现自己变成第2陆军了，作战职能与美国陆军高度重合。虽然是4等人，但海军陆战队好歹是独立军种，怎么可能接受第2陆军这种称号？于是从2010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高层提出淘汰老式装备，恢复两栖训练计划。2014年3月，海军陆战队发布21世纪远征部队，强调主要承担传统两栖作战快速反应任务，必须为可能发生的高强度两栖登陆作战做好准备。至此，海军陆战队正式开始回归传统职能的转型之路。ACV 就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以替代 AAV 与 LAV-25。等到2018年，美国重回大国竞争，海军陆战队的改革速度必须加快。
2020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了一份10年转型计划，也就是2030部队设计，内容就是战略转型，让海军陆战队重回海战，在未来建立一支专注海上作战并更加机动灵活的海军陆战队，确保美军的行动自由。言外之意就是回归其国家远征军的定位，与同级别对手展开各类小规模战争，主要任务就是取得海上控制权。本次的改革计划也是实打实的公布了细节。第一，裁撤重型武器装备；第二，提高智能装备和远程武器的比重。就内容来看，二战中成立的3个坦克营将全部裁撤，坦克交还给陆军，24个步兵营也减少到21个，榴弹炮兵营的数量更是从21个减至5个。航空兵种的17个中型旋翼机中队以及8个重型直升机中队各削减3个。F-35中队的规模虽然保持不变，但是每个中队的战机数量从16架变成了10架，服役人数也有所削减。这一套操作下来，海军陆战队直接瘦了一圈，目的就是提高质量。此次转型的核心就是建立滨海战斗团，这点已经在做了。2022年3月，海军陆战队将第3陆战团的番号改为第3滨海团，总部位于夏威夷基地。2023年11月，部署在日本冲绳的第12海军陆战团改编为第12滨海团，海军陆战队的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滨海团，总部则位于关岛。滨海战斗团的任务就是抵御太平洋海域中的地区威胁。如果爆发冲突，这些滨海战斗团将使用2栖舰艇向各个小岛快速运输士兵，并配合无人机、反舰导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军事接触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依托无人系统和2栖运输船快速转移。按照海军陆战队的想法，从部署、打击到最后的撤离仅需48至72小时。简单来说，就是抛弃陆地作战模式，将传统的陆战团改编为滨海作战团，实现以陆制海的作战目标。前期只会组建3个实验性质的滨海作战团，如果一切顺利，其将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主力。除了做减法之外，海军陆战队也有要新购买的东西，比如采购更多机动性强、能够精准打击的无人化装备。无人机中队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能进行空中加油，也能充当运输机的 KC-130G， 将增编1个中队可以发射火箭弹与弹道导弹的海马斯火箭炮营，将从1个增加到3个。装备转型之后，海军陆战队的战术也有所改变。就性能而言， ACV 取代 AAV 刚好可以满足美军的需求，也更适合美军的2栖作战。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2栖作战力量。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就已经组建了12个2栖戒备群，并于2003年将大型2栖战舰群和水面战斗舰艇群结合，组成远征打击群。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是多军种联合作战，舰艇由海军出，登陆部队则隶属于海军陆战队。就目前来看，美军的2栖登陆战术为超地平线突击登陆。简单来说，首先由空中和水面运输的方式，将己方士兵投送至敌人海岸防御阵地的侧后，并发动攻击。同时，后续作战力量由水面迅速向敌岸机动，与首次突击部队协同行动，夺取登陆海滩和登陆场。翻译一下，就是由舰到岸或由岸到岸，先头部队吸引敌方火力，之后地面作战部队选择敌方防御薄弱点突击上路，在敌岸夺取一定地域，为后续作战创造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军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在海湾战争中一次性投入300余架直升机进行垂直登陆，之后便迅速改变了战场态势。当然，这个战术不能算错，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达不到美军2栖作战水平，但是在强调大国竞争的当下，登陆作战不再是主流。毕竟那些重型2栖特遣部队不足以正面击溃敌人的地面部队，所以海军陆战队才会进行2030部队设计。2栖登陆作战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不优先考虑传统的登陆作战，而是充当滨海区域的侦察员，减少2栖登陆作战的比重，减少2栖封锁作战和2栖火力打击作战。成立滨海作战团的目的就是如此。理论上来说，无需其他支援，他们就能领导长期支撑和独立运作。其下辖1800名至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包括1个指挥所、1个滨海战斗队、1个战斗后勤营。其中，滨海战斗队又下辖1个步兵营，以及1个可以机动的反舰导弹连。一旦开战，滨海作战团就会迅速从驻地迁出，构筑多层远征前进基地，也就是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小型临时前哨基地。滨海防卫营的任务则是凭借 TPS-80与死神无人机监视和保卫空中以支援全团，
战斗后勤营的任务则是为部队提供粮草和燃料。这一套操作下来，攻击能力大幅提升。总的来说，滨海作战团的规模小，更具机动性。主要任务不是执行传统的两栖攻击，而是在偏远岛屿实施快速部署、收集情报，以及使用反舰导弹击沉舰艇，从而牵制敌方，并为美国海空军主力提供火力引导。从这点考虑 ，ACV 完美符合美军的需求，地面机动性拉满，其指挥与控制型能够担负起营级指挥中心的任务。其先进的通信与数据系统让作战指挥更高效，结合美军在偏远岛屿部署临时基地的战略构想 ，ACV 还可以作为海空协同作战的重要支点。至于 ACV 裁员不如 AAV 的事情，那都不叫问题。就跟上面说的那样，海军陆战队改革之后，减少两栖登陆作战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也没必要带那么多的士兵进行登陆作战，不如选择增加防御性能，保障士兵的生存能力，并加装更多的作战系统，适应现代战场。从作战模式来看，美国海军陆战队过去的两栖登陆作战更像是大规模攻击，直接神兵天降；而经过改革之后，那就是特种突击作战，利用 ACV 的机动优势，快速占领根据地。而且滨海作战团还会配备美国海军新研制的轻型两栖登陆舰，确保能够在岛屿之间快速机动，二者相互配合，可以快速完成对关键海域的封控。总的来说，就跟我们上面聊的那样，美军当前的超地平线突击登陆并不是不好用，只能说由于作战目标的改变，在未来战场两栖登陆作战的需求大幅度减少。AAV 这种一次性运输几十名士兵、战场机动性较差的两栖突击车已经无法满足海军陆战队的需求，加上服役时间太长，故障频出的情况，淘汰也是意料之中。经过改革之后，滨海作战团这种主打两栖封锁作战以及两栖火力打击作战的部队将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主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部队改革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超地平线突击登陆，其空地特遣队的作战编组仍具有携带陆军部队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ACV 这种轮式两栖突击车在两栖作战时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